夏天高温模式开启，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呀！来自哔哩哔哩的小伙伴4换4真觉得索尼的移动就是给其他部门打广告的。这广告值啊，还可以收钱的。来自 YouTuber 的朋友觉得 XZ2 和 HTC 很像，没错啊，这就是 HTC 成为对手的原因呐。上期难兄难弟的故事没有讲完，这期让我们继续。之前为了做 Vivo Focus 买了恁个贵的手机，不能都恁个趴了，发挥一下它的余温，再做一期节目，要不要得？老板，这个手机有什么好做的呀？安卓手机太多了，没有区别呀。去年 HTC 请我们去参加发布会，今年啷个没请我们了喂？我是非常想念我们台湾的铁丝们哦。为什么没叫我们去啊？只要是看过U11大战 S8 那期节目的网友都知道的呀。然后去，你不要以为你现在演技有点好，胆子变大了，赶紧脑子里做哎！你啷个牛逼？那期节目你来做。反正你对那个牌子的手机还蛮熟悉。没错，这部手机就这么不经意的来到了我的手上。HTC 曾经的安卓手机霸主，然而现在，你这啥手机啊？你背面还透明的，这么帅气。HTC 呀？啥子啊？你说啥子啊？火腿肠还没倒闭啊？切！你索尼不也是还没倒闭吗？得，又是一个和索尼一样被很多人以为快要倒闭的企业。U12加 HTC 最新的旗舰手机，背面虽然没有高通骁龙的标志，但透明水滴玻璃的设计，我觉得和小米8探索版的颜值是不分高低的。不然 XZ2 也不会借鉴 HTC 的设计啊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哎呦，这么屌！我就看看你的 HTC 有什么了不得的嘛！哟，锁屏键和音量键采用了类似 iPhone 8力回馈按键，按上去的感觉虽然有些硬，但是这种震动感真的会给不期待它的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。不过点亮屏幕之后嘛，我觉得它和索尼真的差不多，好像也不是完全一样。XZ2 的屏幕亮度高了不少，阳光天看起来会舒服很多。但当你看到这两个界面的时候，一种怀旧感油然而生。看来这样的老牌企业总有一种特有的固执，这样的固执也带来了更窄的屏幕边框。仔细看看，这边框真的窄得有点过分了。换做以前，肯定会有很多人吹嘘一番。不过现在的人多半不会注意到这些细小的地方，毕竟全面屏的时代，屏占比那可是关键呐。哟，这么巧啊？哎，你也出来锻炼身体啊？对啊，我锻炼一下肌肉啊。手机界的健身器材可不能让索尼一家独大，作为握力器 2.0， 也得好好展现一下自己超群的实力。U11的时候觉得 Edge Sense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用，噱头占了很大部分。如今 2.0 了，好用多了。大屏手机玩着虽爽，但无法一手掌控，因此单手模式就十分的重要。看，如今换出单手模式是如此的轻描淡写。抓拍，那可真是一只手拿起来就拍呀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手按压的力度一定要合适，否则拍了也白拍。告诉小伙伴刚才自己的所见所闻，一气呵成。当然，如果用不到刚才的功能，你完全可以改为其他的操作。最关键的是，第三方爱啪啪里可以自定义操作了。拿某导航软件举个例子，我这样设置就可以捏一下放大一次了。不过这样的后果很有可能是这样的。
然后去注意身体啊。注意啥身体啊？其实 HTC 这样做 EdgeSense 是非常聪明的，爱啪啪没法融入，那就让我融入到爱啪啪里吧。智能翻转是我觉得这次 U12 加最好用的功能，只要你手捏着两边的感应区，它就会认为这是屏幕的方向，不会翻转，放手就会翻转过来。这简直就是我们这些喜欢躺着玩手机的人的福音呐！不过咱们还是不要提倡躺着玩手机的好。对我来说，每天上下班的路上拍照是我最喜欢做的事儿，因此能拍出一张好照片，对一天工作状态的影响非常重要。官方宣传突出前后总共有4个摄像头 ，DxO 103分，排名第2。我好像摸到一点 DxO 打分的套路了，果然是摄像头越多分越高啊！我说的没错吧？嘿嘿嘿嘿。嘿，你一个人拍照你好无聊啊，咱们来比比吧。哼，比就比，你这个连 DxO 都上不了的渣渣。你这个也能算是拍出来 DxO 第2的照片？我吊打你好吧？啊！看到我刚才在群里发的照片了吗？索尼的照片是不是很屌啊？屌个屁呀！明明拿后期的好多了，好吧？不得不承认 XZ2 的屏幕太优秀，优秀到可以将一张平淡的照片变得如此有魅力，让你误以为它的拍照效果很不错。其实你发个微博，觉得不错的只有你自己罢了。光线较好的情况下 ，XZ2 拍出来的照片确实清楚了一些，看砖墙的纹路都看得很清楚。不过这个锐化好像有点狠的样子啊。不谈了。在自动模式下 ，XZ2 的动态范围可就差太远了，并且画面还有一定的偏红。即使手动打开 HDR 之后，也不是 U12 加的对手。U12 加的像素虽然比不过 XZ2， 但色彩看上去舒服一些，后期的调教上也优秀了许多。看，用 Snapseed 随便加2个滤镜 ，perfect。但是 U12 加官方所说的什么单反级虚化，我觉得还是算了，有点浮夸。光线较暗的情况下，这2部手机对于见过 S9 和 P20 Pro 的我来说，也只能用不过如此来形容了。但有一点 U12 做的有点意思，每回拍出来的照片永远比你拍之前屏幕上看到的效果好很多。想想这会给你拍照带来多大的自信呢？别人不抱希望的状态下给出惊喜，那才是真正的大事。毕竟 DxO 第2啊。而视频方面还是保留了 U11 上音频变焦。我们的鱼高公园，这个公园有树。至于效果嘛，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。大家觉得拿这个拍 BBT 够了吗？哦，对了，为什么我的镜头推进会这么稳？电影级自动变焦还不错吧？拍视频的时候还是有点意思。不过我想应该不会有很多人会把画面放这么大。对很多人来说，手机除了看还有听，没有音乐，上下班的路上可就太无聊了。对我来说，和 AirPods 在一起的日子很喜欢，因为大街上你不会真的去追求音质，没有束缚，分享才是我最需要的。于是为了体验这2款手机的音质，我拿出了好久没有使用过的有线耳机。听了之后，我觉得像我这么喜欢音乐的人，嘿，就应该戴有线耳机嘛。在手机配套的耳机中，这俩绝对是优秀的存在。相较而言 ，XZ2 的音质稍好，人声比较清晰，适合安静的音乐，而 U12 加的低音很棒，有动次打次的感觉。最关键的是，这个耳机配合 U12 加还有一定的降噪效果，更容易让人沉浸。佩戴舒适度也好了很多，因此我更喜欢 U12 加的耳机。综上所述 ，U12 加真的超出了我的预期，并没有大家所说的那样不堪，很有意思。哦，除了一个地方，我想吐槽一下，续航。我取材的那一下午 ，XZ2 又是拍视频又是拍照片，到最后结束，竟然和只拍了几张照片的 U12 加电量差不多。这个确实有点说不过去了。
通过这段时间的使用，我发现 U12 加和 XZ2 这2部手机真的很相似，都是主打影音娱乐，都有着对自己固执的坚持，都有着优秀的性能，都有着自己创新的黑科技，都是像水滴一样，最关键的，都可以被当作健身器材。其实这2部手机并没有大家想的那样不堪，当你适应了它，你并没有觉得什么不爽。你说都用安卓，差别能有多大？想想845，性能、黑科技都具备了，你还要期待多高啊？绝大多数人对手机的态度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，即便样子不怎么漂亮，你也会喜欢它、爱它。当然了，对索尼来说，这个经典的造型已经成为过去式了，这也失去了我目前购买索尼手机的唯一理由。我刚才没说错什么。就我而言，手机每天要干什么都已经非常固定了。早上起床当个闹钟，上班路上当个播放器加游戏机，工作时间当个沟通工具，外出游玩当个相机，嘴馋的时候当个钱包，睡觉前当个视频播放器。你说这样的用途，哪部旗舰手机不行？那这2部手机多少钱呢？哦，我差点忘了说了，目前 XZ2 的售价是5399元，而 U12 加是5888元。所以我们给出的主观评分是 XZ2 7分 ，U12 加7分。哎，你不是说你已经适应了吗？为什么还给这么低的分呢？嘿嘿。哎，别走啊！哎，没错 ，XZ2 和 U12 加就和它们的特点一样，给你更好看的屏幕，给你更帅气的姿势，给你更舒服的反馈，给你更震撼的音乐体验，就如世外桃源一样，让你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无法自拔。殊不知，在外人眼中的自己，却像是被信仰冲昏了头脑一般，迷失了自我。不过这个价格我是不会买它俩的，因为我没有迷失自我。说有什么？水杯，3通充电线，雨伞3通线，盘子、筷子，还有一把雨伞，鼠标垫，哈哈哈，还有……好，因为他们家送了好东西，所以你就买了这么多。你能不能成熟一点？错，我是为了吃的，吃才是重点。好不好吃，吃了才知道。来，朋友们一起来吃。有的吃，有的用，还支持了节目，真诚。我就问，还有谁？Testway 新寻宝87076677，支持自己的节目，支持自己的嘴。好，难兄难弟看完了。那么在啪啪啪之前，先给大家讲个正事儿，那就是本周六28号 Testway 贵阳铁丝见面会就要来了。于是呢，想和我们一起在线下玩耍的朋友们，赶紧的扫描这个2维码报名参加哟。报名的截止时间是26号的中午12点，时间非常的紧迫，所以大家快哟！好，本期啪啪啪啪的就是这一对难兄难弟 XZ2 和 U12 加，有需要的朋友们赶紧的87076677。23块3起趴已经开始了。今天周二，淘宝评论又中奖了5位小伙伴，联系我们淘宝客服群演或者是微笑，他们会把小礼品寄给你们。提醒大家哈，我们 Testway 新寻宝有很多赠品，如果你买满金额就可以送出来，请你们到我们的淘宝首页选一下，再决定要哪样，记得一定要备注清楚哦，买家留言里边。谢谢大家的配合。最后，淘宝评论上一条电视，那个717啤酒说找你们整了，小崽儿现在吃饭都要拿那个下，啷个整嘛？啤酒先生，那你只有多买一点咯。Testway， 帮你 try before you buy。